印度第6，中國第7。你沒聽錯，一份 WDMMA 2026年全球空中力量排名，直接把印度空軍送上第6，中國空軍排到第7。這下印媒直接瞬間沸騰，印度空軍連續多年力壓中國，南亞天空已經贏麻了。哎，不對啊，等等，巴基斯坦是第幾來着？哦，第18。那問題來了，去年武器空戰全球第6被全球第18吊打，9-0的戰績，這對嗎？算了，家人們，人家的表咱還是按人家規矩繼續撇吧。如果中國空軍真的排到第7，那麼前邊到底是誰？美國空軍第1，美國海軍第2，俄羅斯空軍第3，美國陸軍第4，美國海軍陸戰隊第5，等等。美國陸軍連固定翼戰鬥機都不是主力的美國陸軍，居然能排在中國空軍前邊。這時候咱們就得坐下來好好研究研究這場榜單到底是怎麼練出来的。飛機數量要算，直升機要算，教練機要算，未來採購計劃也要算。於是乎，一架戰鬥機，一架直升機，一架教練機，再加上一張未來的採購清單，大家一起進 Excel 成了。最後恭喜印度，中國輸了。本期視頻咱們就来聊聊，為什麼一張排名表可以讓印度媒體集體贏麻了。WDMMA 到底在比什麼？印度空軍真正的優勢跟短板是什麼？現代空戰為什麼已經從單机鬥毆進化成了體系群毆？當萬國牌裝備撞見了現代戰爭的網絡化殺傷鏈，又會發生什麼？最精彩的是，如果 Excel 第6名真的遇上了第7名，他能不能繼續贏？我是白凡老师大招，歡迎來到脑路记。很多朋友第一眼看到這個排名，下意識的會以為這是五角大樓智庫、聯合國防務機構，或者是瑞典的 SIPRI 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出品的權威報告。大錯特錯。WDMMA 全稱世界現代軍用飛機名錄，它本質上就是一群民間航空愛好者搭建的商業流量網站，沒有軍方背書，沒有學術機構加持，整套 TVR 真實價值評分體系，足19項評分參數，權重算法完全黑箱，從不對外完整公開。它的盈利模式非常直白，靠制造反常識、顛覆大眾認知的奇葩排名收割流量，靠網頁彈窗廣告掙錢。說的通俗點，只要點擊量足夠，把印度排名排到全球第1，在技術操作層面完全做得到。它最騷的操作就是統計規則，不按一個國家完整的空中力量來對比，把美國的空軍力量拆成空軍、海軍、陸軍、航空兵、海軍陸戰隊航空兵4個獨立作戰單位，分開跟全世界各個國家完整空軍同台 PK。 打個通俗的比方，一個家庭爸爸媽媽兒子女兒4個人拆開分別參加单人摔跤比賽，4個人全部杀进前5名，然後對外宣傳我們家天下無敵。他的統計邏輯就是這麼個理兒。印度媒體非常聰明，他們對外宣傳的時候直接把美國4個軍種全部從榜單裡邊剔掉，連巴基斯坦第18名這個刺眼的數字也直接選擇性忽略，只拿剩下的名次大肆宣傳世界第3碾壓中國，刻意隱瞞完整榜單的真實面貌，只截取對自己有利的部分，用来点燃國內民族主義情緒，完成一場酣暢淋漓的精神勝利法。孙子兵法有言，兵者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戰爭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大事，評判一支軍隊強弱，本該勝之又勝。可如今互聯網輿論場上，簡簡單單一份民間網頁榜單，就能掀起一個國家全民狂歡，打贏實戰的排18，打輸的高居第6，把紙面數字當成實戰戰果，這何嘗不是當代版本的紙上談兵？歷史上戰國趙括熟讀兵書，滿口兵法攻略，但是只會看紙面数字推演，忽略真實的戰場糧草、地形、敌我態勢，最終40萬大軍埋骨長平，留下紙上談兵的千古教訓。2000年過去了，這套只看紙面不問實戰體系的思維，依舊在互聯網反覆上演。那麼這套黑箱算法究竟耍了哪幾套組合拳，硬硬的實現了印度第6，中國第7，同時把交戰對手巴基斯坦壓到第18名的，一共4招，招招精妙，專門給印度加分，處處給中國挖坑。第一招，編制魔術，直升機、教練機全部等同主力戰鬥機算分。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，直升機歸屬陸軍航空兵，空軍專注制空作戰，
中國龐大直升機機隊全部歸陸軍，不算空軍統計範圍。但是印度當年直接從陸軍手裡搶過來400多架直升機，全部歸劃空軍編制之下。WDMMA 順水推舟，把直升機、高級教練機賦予極高權重，跟制空戰鬥機同等劃分。直升機本質是低空支援裝備，根本沒法爭奪高空制空權。但是這套榜單裡邊，一架武裝直升機計分權重跟一架主力戰鬥機相差無幾。就這一頓灌水操作，印度空軍賬面飛機數量直接膨脹接近1700架。反觀巴基斯坦，直升機的基數遠小於印度，在這套計分規則下直接吃大虧。更離譜是，現代戰爭舉足輕重的軍用無人機，這套榜單幾乎不納入評分體系。而中國恰恰是全球無人機研發量產第一梯隊，攻擊11隱身無人機，各類察打一體無人機規模龐大，有人无人協同已經成為我們空軍重點發展方向。這份榜單直接把我們一大塊核心優勢直接抹除不計分。第二招畫大餅也能換算戰力，未來採購計劃直接納入現有得分。榜單有一個權重極高的指標，未來採購儲備計劃。說人話就是，只要你在紙面上寫下未來打算採購多少架戰機，哪怕合同還沒擬定，飛機還在圖紙階段，零部件還沒開始造呢，照樣算你現有的戰鬥力，給你瘋狂加分。印度把未來計劃採購的數百架戰機全部填報進去，拿到大量分數。輪到中國呢，網站直接給未來採購一欄填了一個大大的0，強行預設從今往後中國一架新戰機都不會再生產，不會列裝。現實世界我們歼20脈動生產線持續運轉，新一代戰機迭代推進，但是在 WDMMA 的世界觀裡邊，中國軍機產能直接原地封印。第三招，裝備越五花八門，反而可以拿到額外的加分。榜單把装備來源多樣化當成優勢加分项。印度空軍及其法國正風、俄羅斯蘇30 MKI、以色列預警機、英國美洲虎攻擊機，妥妥的萬國造。機型來源五花八門，直接拿到機隊均衡額外分數。站在真正軍事角度，武器裝備來源雜亂，恰恰是後勤協同作戰最大的噩夢。但是這套榜單裡邊，致命短板被包裝成亮眼的優勢。反觀中國空軍，絕大多數戰機全部國產自研，卻被扣分，評價為裝備來源單一，結構不均衡。第四招，刻意壓低5代隱身戰機的代差權重。數百架已經服役的殲20隱身戰機，加上逐步列裝的殲35，是實打實的5代機規模。反觀印度至今沒有一架服役的5代機，光輝戰機還處在原型機研發早期階段。如此巨大的代際鴻溝，在 TVR 評分公式裡邊，權重被壓到微乎其微，幾乎體現不出來代差優勢。說到這兒，大家就能徹底明白，這不是客觀的軍力評估，而是結論先行，數據填空。先想好要怎麼排名，再調整參數權重去實現結果。就好比古代打仗，不去研究將士、糧草、地形，只拿着算盤算兵力、花名冊。花名冊數字好看，就篤定自己必勝。淝水之戰，前秦苻堅號稱投鞭斷流，紙面百萬大軍聲勢滔天，一紙花名冊風光無限。戰場上呢，一觸即潰，灰飛煙滅。古往今來，這種故事層出不窮。放到 WDMMA 身上更諷刺，現實交過手，勝負分明，可在 Excel 表裡邊，勝負直接顛倒過來。好了，咱們關掉 Excel 表，回到真實的天空之上。很多人會說，就算榜單有水分，印度手上的飛機單品不差呀，正風、蘇30 MKI 哪一個不是大名鼎鼎？這兒就得拋出本期視頻的核心靈魂拷問：現代空戰究竟是單機決鬥，還是體系群毆？放在幾十年前，空戰可以簡化為2架戰鬥機空中狗鬥，拼機動、拼飛行員技術。但是今天，空戰的勝負比拼的是完整的殺傷鏈閉環，衛星預警機、地面雷達負責偵察發現，高速保密數據鏈完成情報分發，戰鬥機直接接收目標信息，超視距鎖定，導彈完成打擊，最後做戰損評估，整套流程環環相扣，幾秒之內就要完成全部流轉，這叫做網絡中心戰。也就是體系對抗，單件武器再牛逼，如果融不進整套作戰網絡，再貴的戰機就如同博物館陳列的屠龍寶刀，鋒利無比，卻沒法上陣殺敵。而這恰恰就是印度空軍最大的死結。飛機可以花錢全世界買，但是作戰體系花錢它買不來，
陣風採用法國北約標準協議，蘇30 MKI 運行俄羅斯私有總線，以色列預警機是另一套獨立加密的標準。這些戰機一同升空並肩作戰，雷達探測到的目標沒法自動互相共享情報，不能靠數據鏈一鍵流轉，想要傳遞敵情，只能依靠地面電台，靠人工口語、人工轉述信息。空戰勝負往往就在毫秒之間。當對手已經完成發現、鎖定、發射導彈全流程，印度這邊呢還在電台裡邊口頭通報目標方位。一旦遭遇電磁干擾，戰機雷達屏幕一片雪花，整套超視距作戰體系直接物理癱瘓。手裡的流星導彈 R77導彈性能紙面參數很漂亮，但是沒有體系支撐，根本發揮不出威力。不是飛行員不想打超視距，是裝備先天割裂，廢掉了這個核心能力。反觀排名18的巴基斯坦，機隊總數量遠少於印度，但是整套作戰鏈路高度適配，預警機、戰機、導彈互相打通，整套殺傷鏈完整閉環。這就是實戰當中能夠打出驚喜戰果的底層原因。榜單不管你戰場的體系適配，只管你飛機堆了多少，直升機有多少，未來要買多少，這就是最大的諷刺。除了天上协同災難，地面軍工維護同樣問題重重。印度唯一國有航空巨頭斯坦航空 HAL， 江湖外號寡婦制造者，幾十年時間，經過它維修大修的戰機墜毀上千架，平均每個月都有戰機出事。維修的時候經常拆東牆補西牆，亂用飛鏢零件，一架飛機能不能平安落地，全靠運氣。被印度寄予厚望的國產骄傲光輝 LCA 戰機，立項於上世紀80年代，耗時40餘年。拆開來看，發動機美國造，雷達以色列造，彈射座椅英國造，飛控系統法國參與設計。印度真正自主產出主要就是機身外殼，還有一堆 bug 層出不窮的飛控軟件，年產量僅僅個位數，根本滿足不了部隊大規模換裝需求。更深層的還有制度沉疴，種姓文化滲透軍隊，高種姓軍官鄙夷油污滿身的地勤維護工作。它的故障隱患，即便被底層的士官發現，礙於階層尊卑，不敢向上級請示。歷史上鬧出無數啼笑皆非的事故：降落誤炸自家機場，防空導彈開火擊落自家直升機。防敵人之前，先得提防友軍誤傷。說到這兒，肯定有人會問：難道印度所有人都被這份榜單蒙蔽雙眼嗎？當然不是。印度本土大量防務博主、退役飛行員、軍工技術人員在防務論壇公開痛斥這份榜單毫無參考價值。他們看得真的，別人家的五代機批量列裝，而自己的五代機原型還遙遙無期。空軍戰機中隊持續萎縮，編制缺口巨大，天價買來的先進戰機被割裂的數據鏈嚴重限制性能。不少網友直言，靠榜單吹出來強大，終究只是鏡花水月。那更有意思來了，他們清楚印巴之間真實的交手過往，也看見巴基斯坦的實戰表現，卻刻意忽略第18個這個刺眼的位置。那為什麼媒體部分政客依舊大肆炒作這份民間野榜？核心就俩字儿：敘事。現實當中，軍工發展步履维艱，國產裝備全是問題，內部矛盾盤根錯節，現實戰場拿不到的勝利，互聯網榜單可以輕輕鬆鬆拿到，不需要流血犧牲，不需要艱苦攻堅，轉發一張排名截圖就完成一場酣暢淋漓的精神勝利。說起精神勝利法，最近莫迪紅寶演講贏麻了，先前大招節目大家可以一步去溫習一下。這一套玩法，全世界互聯網都屢見不鮮。現實中競爭占不到上風，就在榜單上邊贏回來。戰場上拿不到的優勢，輿論場上拼命造勢。即便明知道算法雙標，明知道統計漏洞百出，但是它可以安撫國內沸騰的民族情緒，給大夥提供情緒宣洩出口。這兒咱們再分清什麼叫真正權威的軍力評估。瑞典 SIPRI、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 RUSI、飛行國際這些全球公認專業機構，從來不搞這種簡單粗暴1到10名的數字排序遊戲。他們評估空中力量，重點看6大核心維度：第一，完整殺傷鏈閉環能力；第二，預警偵察與電子對抗體系；第三，隱身戰機等高端裝備規模；第四，本土軍工自主量產能力；第五，後勤維護與戰時持續動員潛力；第六，指揮鏈與數據鏈協同水平。綜合全部維度，全球防務界主流共識：空中力量第一梯隊只有中美兩國，形成兩极競爭格局。
印度屬於實力不俗的區域型空中力量，巴基斯坦也是不可小覷的區域勁旅。但是二者距離第一梯隊都橫亘着很難跨越的鴻溝。所以同志們，聊到這兒，這張所謂的全球第6，咱們終於可以把 Excel 關了。因為真正的戰爭從來不是一場數字遊戲。第6也好，第7也罷，第18也罷，導彈不會看排名，雷達不會看排名，飛行員更不會在起飛前翻開榜單問一句：兄弟們，今天咱們對手排第幾？沒有，天空之上沒有 VIP 通道，戰場之中也沒有世界第6免檢。你可以在紙面上給自己打100分，但導彈飛過來的時候，它是不會因為你是全球第6就自動拐彎。這就是今天這張榜單最諷刺的地兒。它真正排名的可能不是各國空軍的戰鬥力，而是各國空軍在這一套算法裡得分能力。而戰爭真正考核的從來不是誰的 Excel 做得漂亮，考核的是什麼？誰能看得更遠？誰能反应更快？誰能把情報變換成決策？誰能把決策變成火力？誰能把火力變成戰果？更重要的是，第一批飛行员打完以後，誰還能造出第2批？第一輪導彈打完以後，誰還能繼續生產？第一輪衝擊過去以後，誰的工業體系還能繼續運轉？這才是現代戰爭最殘酷的數學題。它算的不是一架飛機值多少分，而是一個國家到底能不能把一整套戰爭機體持續運轉下去。我是白放大招，点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